2013年，由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执导的动画电影《起风了》上映，凭借收官之作的名号，收割了无数粉丝。该电影剧情取材自零式舰上战斗机设计者绝月二郎的生平。有人说，这部致敬设计了侵略中国的飞行战斗机设计师的电影是可耻可恨的；也有人说，这是一部反战作品。作为动荡年代下的个体，为了追梦，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如同大地上的青草，狂风吹来，唯有努力生存。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在二战期间日本最知名的战斗机——零式战斗机。零式战斗机代号 A6M0 是日本海军的单座型舰载战斗机。作为96式舰上战斗机的后继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日本海军从1940年到1945年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从中日战争战场出露头角，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太平洋战区都可以见其踪影。之所以会取名零式，因为当时的军用飞机是采用日本皇记的后两码来冠名的，而零式战斗机在1940年昭和15年正式由日本海军采用时，正好是皇记2600年，以后两个数字00而取名。零式战斗机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航空工业的最高水准，也是日本海军的象征。1937年5月19日，日本海军向三菱重工与中岛飞机两家公司提出一个名为12式舰载战斗机计划要求书的设计案。三菱内部专门为这个项目成立了设计小组，首席工程师是绝月二郎。两家公司都以昭和11年度航空机种型性能标准进行设计，即要求新的单座舰载战斗机能在航空母舰和陆上基地起降，用于拦截战斗机和击毁敌侦察机，速度以及爬升力优于敌军的高速飞机，可对对方加以拦截，机动性可和敌方战斗机空战。普通满载状态，发动机可续航1小时，携带20毫米炮1到2门。如只装设一门时，必须追加 7.7 毫米机枪2挺，携带一门20毫米机炮，弹药量为60发，一挺 7.7 毫米机枪为300发，可在300海里内接发电报，30海里内无线电通话，使用高度3000到5000米。另外还要求离着舰性能良好，起飞长度在合成风力10米每秒时必须在70米内。使用副油箱时，飞行时间可到6小时以上，可持续改良。必要时可搭载2枚30千克炸弹。对于战斗机续航能力与作战半径的需求，除了制空时间以外，实际要求规格内还有不得短于各种攻击机的航程的规定。1937年10月，日本又会整来自于亚洲战场的经验和需求，将飞机的设计需求修改为高度4000米时，最大空速270节，爬升到3000米高度花费9分30秒，正常动力下可以维持 1.5 到2小时。经济巡航速率下，携带副油箱为6至8小时，装备2门20毫米机炮，2挺 7.7 毫米机枪，并且能够携带2枚60千克炸弹，携带各种无线电设备，包括定向设备。在17节顶头风下必须少于70米，机动性能必须和96式舰载战斗机相同。由于这些需求过于严苛，尤其是必须兼顾8小时1300海里以上的续航力与飞机机动性这两项互相冲突的指标，中岛团队认为不可能实现，并退出了投标过程，而三菱公司独自继续试制。绝月二郎的小组提出的方案采用了许多新技术。第一架原型机于1939年3月组装完毕，4月1日于岐阜县之陆军各务原机场进行首次试飞成功。1940年7月开始编入日本海军服役。零式21型是日本海航初期的主力，成员1人，机长 9.06 米，翼展12米，机高 3.5 米，空重1680千克，最大起飞重量2674千克。动力系统一台容12型发动机，功率950匹马力，最大飞行速度533.4千米每小时，最大航程3350千米。零式战斗机机翼内装备了2门99式1型20毫米机关炮，每门携带60发。机首装备了2挺97式 7.7 毫米机枪，每挺携弹300到700发，火力超越了96式战斗机，也超越了同期欧美战斗机的火力。此外，零式还能挂载2枚30千克或60千克炸弹，作为战斗轰炸机使用。零式最初投入亚洲主战场后约1年，并没有在战场上留下一架零式，甚至是残骸。
这引起了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的飞虎将军克莱尔·李·陈纳德的注意。他立即向美国国内报告，但这份报告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盟军仍然对零式一无所知。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海军有300架零式，其中有250架用于太平洋战区，全部是零式21型，参与了偷袭珍珠港和菲律宾攻略战等战役。由于机动性和续航力比当时的 F-2A 战斗机、F-4F 战斗机、P-40 战斗机等要占优，再加上盟国准备不足，缺乏对零式特性的正确分析，采用错误的一战体系空战战术，导致在开战后几个月里，太平洋地区的战斗机部队损失了约2/3。1942年6月，美国侦察部队意外获得一架完整的零式战斗机，经修理后能够重新飞行，并对它进行了彻底的分析，并找出了零式的缺点，还特地研制了穿甲燃烧弹。这种子弹非常容易穿透零式的铝合金蒙皮，并引燃整架飞机。本土的测试报告帮助美国飞行员立足现有装备改进战术，利用零式俯冲能力不好的特点，对零式护航的轰炸机采取打了就跑的突击手段，以避免零式的截击，使其护航效果大大降低，并且通过俯冲逃跑的手段避免被击落。这个战术的应用使美军在 F-6F 与 P-47-51服役之前，给日军轰炸机部队沉重打击，扭转了空中不利局面。零式的优势被美军的新战术和新装备逐渐抵消。零式战斗机采用悬臂式下单翼正规布局，对搭载空冷发动机的战斗机而言，拥有简洁的气动外形，并且拥有相当低的阻力。这不仅利于用较低的发动机功率获得较高速度，对节约燃料也有好处。零式机身为轻型结构，超硬铝成立构造，自重轻，机体气动外形好，采用了密封气泡型座舱，使用大块透明玻璃，形成大世界座舱，使飞行员前后视野良好。首次采用全封闭可收放起落架，首次为飞行员装备了电热飞行服、大口径机关炮、横速螺旋桨、可抛弃的大型副油箱等设备。结构方面，零式战斗机选用的是住友公司的超级铝合金，日本称50蓝金属。这种铝合金比钢还硬，因为有了这种金属，零式设计时就采用了很细的飞机框架，并且敢于在上面钻孔减重。此外，铆钉尺寸也非常小，并尽量简化铆接点，在能保证战机强度的情况下，大大减轻了飞机重量。有了超硬铝合金，对飞机主横梁进行革新，其抗拉强度好，耐疲劳强度更好，而且机体重量极轻。为了减重，甚至取消了飞行员的防护钢板，不用自封闭式油箱。这些都成为日后的致命缺陷。零式曾经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产生所谓的零式神话，来自几种不同的因素。首先，西方国家当时普遍不相信一个东方国家造的战斗机性能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初期，零式的性能情报交给美国，但却未受到重视。飞行员普遍使用错误战术以及经验不足的因素。战争初期，日本海军航空队的飞行员训练实战经验丰富。根据美军官方文件表示，战争初期的零式与美军战斗机的交换比为1:6。通过这些因素，日本战后复兴阶段在重建国民自信风潮之下，出版业与传媒反复引用盟军当年受震撼的记录，并加油添醋，才广为人知并流传至今。到二战结束时，总共生产了10937架零式战斗机，30仅制造了3880架，而其余大部分由中岛公司制造。战后，大部分幸存的零式战斗机被摧毁，其中一些被送往美国进行测试，更多的则是被遗弃在各个太平洋岛屿上，在丛林气候中逐渐生锈。今天只有大约13架可供博物馆展示。本期关于零式战斗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